我这一辈子没有杀过一只鸡，没有杀过一只鸭，我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只有感恩，做人要有一颗感恩的。劳荣枝已经伏法了，那么为何网上还有他家人在申诉的话题？难道劳荣枝真的是被法子营胁迫？难不成还真的被冤枉了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劳荣枝到底冤还是不冤这个话题。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留言，谢谢。作为2023年引起社会轰动的连环杀人案，这个女魔头已经正式被执行死刑而宣告结束了。而对于她生前所有的残害的人，也有了一个交代。然而，她的事情并没有完呢。 最近，关于劳荣枝这个家属在为劳荣枝不断的奔走相告上诉的消息，在网上持续发酵。那么，劳荣枝真的是被法子营胁迫才干出那些丧尽天良的坏事吗？其实，好多人呢都被劳荣枝这个精彩的演技而迷惑了。其实，他的演技真的算是一流的。在1999年法子营被处决以后，劳荣枝就此戴上了面具，隐姓埋名20多年。 你说他的内心素质有多么强大？身负7条人命，竟然伪装得如此隐蔽，如此好啊！虽然说在被捕以后，在法庭情绪失控，又忏悔，掉下了鳄鱼的眼泪，并且声称自己连只鸡鸭都不敢杀的人，心怀感恩的人，怎么能干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呢？ 但实际上呢，根据警方这个审讯记录，在1996年7月28日，他们第一次犯罪的那次南昌灭门案当中，法子营负责绑架杀人熊某，而劳荣枝是负责把熊某诱骗到出租屋当中。绑起拳，再在两腿中间绑起拳，再重复几次，这样可以确保每条腿都能固定，不容易挣脱。 手也是这么绑的。劳荣枝在侦查阶段4次提到自己提议放火烧毁熊吉一家，而不管张丽母女是死是活，这都反映了劳荣枝致人死亡的主观故意。那个女的看到我在挣扎，就站在我身后，拿着刀架在我的后颈脖处，威胁我说：“不许动，再动就杀掉你。” 每一个案发现场都令人发指，极其残忍的作案手段完全突破人性底线。很明显呢，劳荣枝就是这个案件的主谋，或者说主观恶意性极强啊！因害怕留下任何的指纹，曾经建议法子营不如一把火烧了这个家，这是何等的恶毒心情呢？心理呢？再说法子营按当时这个记者采访法子营的一个前妻来讲，他的前妻曾经表示过，法子营虽然说花销特别大，但是认识了劳荣枝以后，每个月都有大几千。大家想想，在90年代，大几千万元户都非常少啊，那一个月就花大几千，相当于多少人的工资啊？你想想，如果不是劳荣枝的爱慕虚荣，大手大脚的花钱，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，这是对吧？所以说，这些也能透露出劳荣枝这个罪恶的嘴脸。其实发生这些命案以后，劳荣枝居然堂而皇之的倘若无事人一样。 可见他的伪装程度和爱慕虚荣心有多么强大。其实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，那就是劳荣枝的口才和雄辩能力是特别强的。虽然说对别人的生命如同草芥，但是对于他这个死，他却非常在乎。因为整个案件当中，法子营已经伏法了，在死的时候没有供出劳荣枝的任何罪行，可以说法子营一个人揽下了所有。 所以说，劳荣枝才有恃无恐。当抓到他的时候，才有了这么多的狡辩。还有一点呢，劳荣枝明知道自己死罪难逃了，能活一天算一天吧。于是就开启了各种狡辩、各种解释。虽然说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仍然是不伏法的，其目的也是非常简单。 能多活一天算一天呗，延长自己的生命罢了。那么至于他的家人为何不断的上诉和上告呢？其实他们也是为了自己和他的家人的孩子来自证清白而已。大家想想，自己的家人直系亲属杀人，在那个小镇里面那是抬不起头来的。何况劳荣枝这个案件已经轰动全国，全国的人民都知道了。那么以后孩子上学参军呢，都会有所影响的。 还有一点，即使劳荣枝被执行了，一旦他们申诉成功呢，对不对？不但能抬起头，还能好好做人，并且能得到非常丰厚的赔偿金一举好几得的事情。所以说，才有了他的家人不断上告如此大的反应。我这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？那么大家认为呢？视频完整理网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家评论。
批评指正。好，朋友8点半分享到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